谁敢动我老首长，我直接一枪毙了他。敢说这话的人可相当牛逼，他是2009年国庆阅兵总指挥，表面他是威风凛凛的中央军委参谋长，背地里却是军中巨贪大老虎。他利用职权贪污受贿，倒卖军产牟利高达47个亿，利用职务之便给自己建造超1000平米四合院，并取名将军府。对于腐败和贪污，国家一向是严抓严打，高级领导更应该自律，不应该利用自己的职位来谋取私利，这样的人令人不齿。他能够被称为是一个军老虎，他所犯的事情就绝对不会小，从滥用职权，再到贪污受贿，再到违规占有，他究竟是怎么做到贪污受贿40多亿，又有着怎样的结局呢？大家好，我是微笑。2025年落马的军中大老虎不少，今天说的这位绝对更胜一筹，他就是原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房峰辉。2018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对房峰辉作出开除党籍的处理。房峰辉曾担任中共17届、18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和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是中国最高军事指挥机构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因涉嫌行贿、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犯罪，情节极为严重，数额特别巨大，影响极其恶劣而被查处，成为新中国第3位落马的中央军委委员。房峰辉的被查引发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同时也揭示了他在军队内部的权力斗争和腐败交易的惊人内幕。他的一生可以说得上是励志的一生，辉煌的时候更是被全国人民所熟知。新中国成立60周年是举国同庆的大事，2009年的庆典和阅兵更是一件非同凡响，被全国人民所关注的盛典。这阅兵的总指挥就是房峰辉，也因为这件事儿，他的名字开始不仅仅在军队中被熟知，在民众中也开始口口相传。当然了，房峰辉办的也是相当漂亮，阅兵十分圆满和盛大，他的办事能力可以说得上是无疑置疑。如果说空有其表，也不可能最后担任军委委员。他的办事能力也不仅仅是体现在这一件事当中，人真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他也曾是一个正直为民的好官，尤其是在他在2014年南海和东海的问题上对他国的态度，强势且硬气对外宣称，责任不在我国，我们不主动惹事，但是也不怕事，有任何人来犯，我们会尽我们所能亮出我们的武器。所以当他在被查出贪污47亿的时候，很多人是非常意外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大领导，平日里受人追捧、受人尊敬，却依旧走上了贪污的道路，而且阅兵后9年才被发现。要想看他是如何走上歪路的，我们还得把时间拉回到上个世纪50年代。1951年4月，房峰辉出生于陕西省旬邑县。关于他的身世，坊间曾有多种传闻，但可以确定的是，他最初跟随母姓，原名马咸阳。旬邑地处渭北高原，曾是著名的革命老区马兰革命根据地。在那种崇尚从军的社会氛围下，少年时代的房峰辉便对军营生活充满了向往。1968年，年仅17岁的房峰辉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他应征入伍，跨过了潼关，被分配到了地理环境最为艰苦、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新疆军区。从1968年到1990年代初，房峰辉在新疆军区整整待了20多年。这段经历是他军旅生涯中最纯粹也最为扎实的阶段。他从基层战士做起，历任排长、作训参谋，随后逐步升迁至团长、师参谋长。在这段背景下，想必大家多少有点了解。1970年至1980年的中苏关系背景，使得新疆军区的训练强度和备战压力极大。房峰辉在此时表现出了极强的学习能力和文书功底。他并不是那种典型的猛将形象，而更偏向于一名儒将或技术型官僚。在担任师参谋长期间，他非常注重参谋业务的规范化，这为他日后在作训部门的升迁积累了口碑。1990年初，房峰辉的职务晋升进入了快车道，他调任新疆军区副参谋长，随后又担任了南疆军区参谋长。南疆地区地形复杂，反恐和边境防务压力沉重，作为参谋长，房峰辉需要处理复杂的态势图和兵力部署。在这一时期，他被视为兰州军区重点培养的跨世纪人才。大家都知道伯乐相马的故事，一位好的领导、好的贵人，真的可以说是一个人一辈子可遇而不可求的了。但是房峰辉遇到的却是郭伯雄，这也是一位大老虎。46岁的房峰辉遇到了自己职位上的瓶颈，
如果没有人来带领他，那么他这辈子可能就要待在副军长的职位上。在这里，他见识到了权力带来的好处，开始动用身边的一切关系来为自己谋取更高的职位。每次上级领导遇到任何问题，房峰辉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帮忙。靠着讨好上级领导，他再次升任到了新疆军区的总参谋长。此时他的野心越来越大，偶然得知兰州军区的司令员郭伯雄跟自己一样来自于陕西，就开始计划怎么去拉拢这位领导。很快就让他找到了机会。在一次新疆军区的训练上，房峰辉提前得知郭伯雄会来，早早地做好了相关的准备。虽然此前两人从来没有见过，但房峰辉却像认识对方很久一样，上来就用陕西话喊了郭伯雄一声姐夫，成功吸引了对方的注意。随即两人就开始聊起了家常，房峰辉也利用提前准备好的话术，成功跟郭伯雄攀上了关系。随着后来两人的关系越发熟络，郭伯雄也逐渐发展成房峰辉的靠山。两人的共同话题也很多，就发展成为非常要好的关系。因为郭伯雄的妻子王淑珍和房峰辉的母亲房林江是同乡，所以房峰辉在私底下都是姐夫长姐夫短的，这一点让老郭非常满意。郭伯雄对于这个比自己小又非常努力的小弟也是非常提携，所以在郭伯雄在此地担任领导的第2年，也就是1998年，房峰辉军旅生涯也迎来了另一个重要节点。这一年他晋升为少将军衔。此时的房峰辉已不再是偏安一隅的边疆军官，他的视野开始向全军范围拓展。后来随着郭伯雄在职位上的变迁，他也跟着一路晋升。2001年，房峰辉被调往兰州军区司令部，出任兰州军区副参谋长。在解放军当时的7大军区体制下，兰州军区管辖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5省区，战略纵深巨大。在副参谋长任上，房峰辉更多地参与到了大军区的年度演习规划和多兵种协同作战的研究中。此时的房峰辉在军内已小有名气，他以爱学习、懂技术著称。据说他是当时军内较早推动数字化办公和指挥系统建设的将领之一。这种紧跟时代潮流的形象，使得他在选拔干部时脱颖而出。2003年，房峰辉迎来了他职场生涯中极具含金量的一次任命，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21集团军军长。第21集团军是一支拥有光荣历史的先锋部队，隶属于兰州军区，驻地在陕西宝鸡。对于房峰辉来说，这不仅是回到了家乡省份，更是真正掌握了核心精锐部队的指挥权。在21军任上，他开始大力推行军事训练改革，强调信息化条件下的联合作战。这段履历对他至关重要，因为根据当时的干部培养逻辑，没有主政过主力集团军的资历是很难冲击后续更高职位的。如果我们停留在2003年这个时间节点看房峰辉，他展现给外界的是一个标准的高级指挥官上升模板，出身红区，扎根边疆，历经磨练，精通参谋业务，并在主力集团军担任军事主官。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在他权力上升的过程中，其个人作风和政治操守逐渐发生了异化，尤其是在与时任军委领导层的不正当关联中，埋下了日后覆灭的伏笔。2007年，56岁的他就成为了军区的总司令，他也是最年轻的一个军区总司令。他的事迹可以说得上是传奇又令人向往。在担任了总司令之后的4个月时间里，他就被当选成为了军委委员，再到后来成为了阅兵的总指挥，指挥了一场浩大且成功的60周年阅兵仪式。可以说郭伯雄是他的职位的贵人，是他职位的领导者，但同时也是他深渊的带领者。我们都知道郭伯雄是一个超级大的贪官，他也带领着房峰辉从一开始的蝇头小利、畏手畏脚，再到后来的疯狂敛财，丧失了正义和坚持。要是大家想了解的话，我后面再做一期。郭伯雄在兰州军区任司令员期间，提拔了许多干部，房峰辉只是其中之一，后面牵扯出来的许多案件都与郭伯雄有关。如果说荆棘丛里满是刺，那么房峰辉走的这条道路就是一个无底洞的深渊，是将自己的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做法。2016年4月，郭伯雄被带走调查，中央通报指出，郭伯雄严重违反党纪国法，案件性质恶劣，影响极坏。做了那么多年的参谋长，按道理应该是非常会审时度势、明辨是非的。没想到他的做法加速了自己的灭亡。当他的老领导被调查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谁敢动我老首长，我直接一枪毙了他。可见他和老首长的关系非常密切。可以说老首长对他有着知遇之恩，但也是带他走向不归路的伙伴。
我猜最关键的应该还是两人在很多的贪污事件都是一起做的，所以对于当时的他来说，保住老领导就是保住自己。外界根据他这一言论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防疫枪，但没想到就是这件事儿也成为了他以后的导火索。2017年的某一日，他还作为高级领导和他国的司令员进行会谈，但是就在5日之后，他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并且他的职位上面也出现了别人的名字。2018年10月16日，房峰辉严重违反了党的政治要求和纪律规定，违背了中央8项和军委10项规定，涉嫌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犯罪，情节极为严重，涉及金额巨大，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经过党中央同意，中央军委决定取消他的党籍。房峰辉案件已由军事检察机关侦查完毕，并移交法院审理。经过调查，在房峰辉名下的现金、黄金、房子、汽车等财物高达47亿，其中名贵的宝石珠宝、名家画作更是不计其数。甚至在这件事情被揭发之后，有人曾经说过，如果这是47亿的武器，我们的国家现在又会是什么样子？并且要给大家说一个事情，那就是作为一个高级军官，不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都应该明白自己是不能私有枪支的，这是犯法的。所以不管是在警察局还是部队，任何的武器都是有编号的，如果没有重大事件和训练，是不能轻易触碰的。但是他却非法持有枪支和弹药等违法物品。47亿元是怎么来的？光靠收受贿赂肯定是不够的。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他不仅收受贿赂，在发现自己的职位已经到达一定高度之后，还利用自己的职权来倒卖地皮赚取差价。他先是把原先的军区大院强制拆除，然后斥巨资建造了一个5星级酒店，可以说得上是那一片最豪华的酒店。军区的一个医院，并且是一个综合性3级甲等总医院，也被强制性拆迁，然后以47亿的价格进行了拍卖。具体他能在这次倒卖中获得多少，那就不得而知，数目肯定不小，不然他也不会冒着风险强制拆除也要去做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倒卖，甚至直接强拆，然后把钱直接装进自己口袋里的事情也是常有的。房峰辉是出了名的吃饭挑剔，可能是小时候家庭原因，生活条件不好，那时候能吃上饭已经很不容易了，吃饱更难。更何况他是跟着母亲的单亲家庭，所以在他拥有权力和地位之后，就对吃饭十分有要求。他的饭菜必须由大厨专门制作，而且特别简单的饭菜他是不吃的。对于吃饭的环境和氛围，他有着独特的要求，这是整个领导层面都知道的事情。有位领导就曾经私下说过，他不仅吃饭前要求多，在吃饭的时候要求也特别多。厨师必须随时待命，可能会在吃的中间突然想吃什么，并立马就要吃到，厨师必须立刻去做，或者是立马让人去买。如果买不到，或者是厨师做的饭菜不合他的胃口，他就会直接摔筷子走人。曾经有一位领导和房峰辉吃饭，不是在军区的大锅菜，而是特意找了地方请厨师开了小灶。因为房峰辉之前在广州军区工作过，所以还让厨师特意去广州学习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但在吃饭的时候，房峰辉还是摔筷子走了。在生活里他更是奢靡，不仅仅每月齐整的收取好处费，还利用贪污受贿而来的财产给自己建立了一所四合院，取名叫做将军府。你要知道，在豪宅中，四合院是最费钱的一种，更何况他的豪宅面积巨大，占地1000平方米以上。不仅仅是古色古香的陈列建设，就连玻璃据知情人透露，安装的都是最高等级的防弹玻璃，地下更是安装了非常坚硬的地下堡垒，是能抵抗核爆的安全程度。从2017年被带走起，直到141天之后，2018年10月16日，房峰辉被宣布直接落马。他所做的事情也终于是被公之于众了。在他消失的期间，到底是去做了什么，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有人猜测说他是躲了起来，也有人猜测说他是去搬救兵，但是没有搬到，也有人说他已经被定了罪名，但是他畏罪潜逃了。不管他这几天去做了什么，总之2018年他被成功逮捕，由军检处宣布开除党籍，2019年判处他无期徒刑，并且数亿元的赃款要追缴。这位大老虎也就此落马。房峰辉在庭审中认罪悔罪，并表示服从判决。他成为继郭伯雄和徐才厚之后第3位被判无期徒刑的中央军委委员。房峰辉的落马再次彰显了党中央反腐败斗争的坚定决心和毫不妥协的态度，也再次警示全军官兵要坚决拥护习书记强军思想，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军队规矩，不断提升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不为金钱和权力所动摇，
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和期望，不负重任肩上的3星荣光。如今的中国，反腐是军队一直在抓的要事。从93阅兵后，9大上将同时落马，再到上个月24日，张又侠、刘振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充分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成果，反腐败斗争的重大胜利，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对于推动人民军队拔除流毒根源，实现焕育重生具有重要意义。全军官兵要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充分认清反腐败斗争的光明前景，坚定反腐必胜、强军必成的信念信心。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除一害而众苗成，行一恶而万民悦。一支军队是否强大，不能只看它的兵力数量有多少，还要看它能否做到严格治军。好了，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微笑，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